说摄政王生性残暴，多年来未有女子近身。阿爹贪图富贵，秦王想将我送上他的府中。这是什么香味？甜得腻人。到底是谁下的药？好热！救我！死丫头，给我滚出来！别在这给我装死！今晚摄政王府的赏花宴，你必须去。阿爹，你要我去送死？那可是杀人如麻的活阎王！活阎王又如何？自小孤苦伶仃、不受重视的庶女，活着也是浪费口粮，不如去接近摄政王，给老子换点荣华富贵回来。我不去！听说他府里光是杖毙的侍女就埋了3院子。府里连只母蚊子都不敢飞进去，我去就是个死。由不得你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洗干净送过去。不行，我得走，要是被阿爹抓回去。1个月后，为了躲避阿爹，我来到了姑苏城。为了让自己活下去，我开始为别人做绣工。大娘，您看看这绣工能换几个钱吗？绣的倒是不错，但这料子太次，给你10文钱，爱卖不卖？我卖。安顿下来就好，只要能靠这双手活下去，总比在京城送命强。9个月后，因为内衣，我有了2个孩子，生了，是个龙凤胎。云开月明，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娘亲只要你们这辈子安稳顺利就好。云开月明，你们2个小冤家是要把这房子给拆了吗？娘亲，我们是在练武功，以后保护你。练武功也别动娘亲的绣品，快过来洗手。娘亲今天卖了帕子，给你们带了点心。1两白银求线索，10万金悬赏此人。这摄政王顾神风是疯了吗？说是找个女人，可这皇堂上连张画像都没有。据说唯一能确认身份的，就是那女人肩膀上有一处红梅状的胎记。10万金，肩膀上有红梅状胎记，好巧。我这里也正好有一个类似的。想什么呢？那可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我这辈子跟他都没过半分交集。这高世上的人，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？苏姑娘，别急着走啊！你那个爹已经把你卖给我们醉仙楼了。瞧瞧，这可是白纸黑字，按了手印儿的。我爹，他凭什么卖我？凭他是你老子。好一个美人胚子，跟着老娘回去，我保证把你捧成咱们醉仙楼的头牌花魁。做梦！你们这是强抢民女！娘亲，云开月明，快进屋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带走！放开我！云开，带着妹妹快跑！娘亲。有了！怎么办？那谁家的2个小孩居然跑去摄政王的大门了？摄政王昨天刚搬来姑苏，听说那是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。摄政王府，这2个孩子怎么敢去那里？云开，月明，来人呀！快开门呀！哥哥，你确定是这里？没走错吗？是这里没错，我闻到了爹爹的味道，绝对就是这里。云开，月明，云开，月明，别拍了，快跟我走。
你们找谁？听说摄政王大人在找我们娘亲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这影子的轮廓怎么不对？月明，你的头……娘亲，耳朵，狐狸耳朵。快请进，快请进！两位小殿下，老奴这就去请王爷。云开月明，不能进去！想跑？苏姑娘，签了契约，你就是老娘的人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带不走你！两个孩子年幼不懂事，冲撞了王爷，认错了人。民女这就带他们离开，绝不敢再打扰。站住！王爷还有何吩咐？3年前那晚的事，姑娘难道忘了？民女听不懂王爷的意思，不知王爷所指是什么事。别动！千万别动，快藏起来！如果被当成妖怪抓起来，孩子就没命了。那晚的人难道真的是妖怪？可眼前的他是大梁的摄政王，怎么可能是妖怪？姑娘，可愿进府避一避灾祸？多谢王爷，麻烦了。娘亲，你闻到了吗？他身上有我们的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是家人的味道。云开，别胡说。娘亲真的闻不到吗？爹爹一定就在王府里，离我们好近好近。我们一定要找到爹爹。家人的味道？难道这摄政王府里真的藏着这双耳朵的真相？苏姑娘，你的孩子刚才说你的肩膀上有一个红色的梅花胎记，可否让我亲眼看一看？他在怀疑我，可是月明和云开的耳朵根本就不是普通人的样子。如果他发现我不是他要找的人，知道我是在骗他，我们娘仨今天还有命走出这王府吗？程风，你吓着人家姑娘了。祖母，程风，我知道你想尽快弄清楚3年前那个晚上的情况，可是这么多年了，有多少人慕名千里跑来认亲，结果却都不是你要找的人。凡事要讲究个循序渐进，你不要操之过急，免得吓到这位苏姑娘。祖母，3年前的那个晚上，又头疼了。跟你说了多少次，那晚的事儿想不起来就别硬想了。有关那段记忆，咱们不急于一时，先把身体养好再说。想不起来？苏姑娘有所不知，3年前我们王爷出了意外，被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伤了。怎会如此？是啊，事后王爷又遭人伏击，头部受了重伤，整整昏迷了3个月，那晚的记忆都没了。所以他这3年悬赏10万搜遍天下，其实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甚至连胎记的具体位置也记不清了。如果他不恢复记忆，我根本没法证明这2个孩子不是他的，这简直是一桩死案。苏姑娘，既然你也说不清，不如先带着孩子在府里住下，等程风身子好些，日后咱们再慢慢验明正身。老夫人，这恐怕不妥，我们身份卑微，实在不敢叨扰。娘亲，这里的被子好软啊，像云朵一样。娘亲，这里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点心。娘亲，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好不好？那就叨扰老夫人了。
这都住下半个月了，这俩皮猴子快把王府给掀了。半个月了，顾城风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们的亲爹到底是不是他？难道真的没个说法了吗？月明，慢点跑，别跑远了。好耶，风筝飞了！月明，对不起老夫人，月明年纪小不懂事，冲撞了你，求老夫人恕罪。这小眉眼儿，这神气劲儿，简直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谁敢说不是？这绝对是我们顾家的孩子。那可不一定吧。见过这位姑娘。喂，苏姑娘别误会，我不是故意要和你唱反调，我只是担心王爷常年忙于河道和赈灾，心思单纯，被人骗了。这位婶婶身上的香味太浓了，熏得我眼睛疼，而且你讲话一点都不真诚，你分明是想把我和哥哥赶出去。你刚刚还偷偷夹我的脸，疼死了！坏大人！希音，你先回柳家吧，我有些累了。是，希音告退。你们以后千万离他远点，我总觉得这事还没完。我的白鹅！苏姑娘，这只白鹅是我祖父送我的生辰礼，我养了整整3年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它只是一只鸟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对它下这种毒手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今早确实只有苏姑娘一个人在池塘边逗留过。哼，一个外面来的孤女，带着2个来历不明的孩子，竟然还敢在王府里撒野。柳二小姐可是富可敌国的贵人，这下她可闯了大祸了。我没有，柳小姐，你有何证据？苏姑娘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这王府上下，除了你这个外人，还有谁会处心积虑害我的白鹤？你说不是你，证据呢？在这摄政王府里，谁会相信你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？我相信。是她。白鹤是中毒死的，这种毒来自边疆。柳小姐，整个王府里，恐怕只有你去过西疆吧？王爷，这世上毒药千千万，您仅凭一根针就断定是我，这也太草率了。是吗？那你府里的丫鬟应该比你更清楚。我的人去你院子里时，他恰好尚在销毁证据，还剩半瓶毒药。柳二小姐，需要我当着全府人的面，打开来比对一下白鹤体内的残留吗？王爷，我不知道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。你养的鹤，你带的毒，看在柳将军和你姐姐的面子上，这次我不追究。再有下次，你就直接滚回你的京都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先带月明回去吧。苏姑娘，你先留下。王爷，这是……居然是城东那家的桂花糕，王爷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家？听下人提了一嘴，顺路带回来的，还热着，吃吧。多谢王爷。王爷留步！民女还以为王爷日理万机，心思都在河道和赈灾上，不会管这种后院的义气之争。本王确实忙，但再忙也不至于护不住想要保护的人。苏姑娘，我知道你最近因为那些风言风语，肯定不想见我。王爷既然知道，又何……但我有预感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认错人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向你证明云开和月明就是我的孩子。苏婉，你不过是个生了孩子的庶女，凭什么让乘风哥哥对你另眼相看？小姐息怒，王爷白日里那番话已经传遍了府邸，说若是再有人生事，就送回京都。他竟为了那个贱人这样威胁我。
好，既然乘风哥哥发话了，我便先忍这几日。苏姑娘好福气，王爷可是头一回对女眷这么上心，连城东那家老字号的糕点都亲自带回来了。福气吗？我只怕这福气最后成了催命符。王爷越是笃定，我这心里就越是没底。那是为何？小主子们聪明伶俐，跟王爷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呀！你不明白，万一那晚只是个巧合，万一他认错了人，等真相大白的那天，我们母子三人该如何自处？三公主驾到！苏姑娘，快！是京城来的三公主，她是出了名的蛮横，你快带着小主子避一避。哼，本宫还当是什么国色天香，能让乘风哥哥不惜离京躲清静？苏婉是吧？也不照照镜子，这种粗鄙的身份也配待在乘风哥哥身边？本宫问你话呢，你就是那个带着孩子来认亲的女人。乘风哥哥向来洁身自好，满京城谁不知道他生性孤冷不近女色？公主殿下慎言，我的孩子有娘亲教养，有名有姓，绝非您所说的那样。哼，有娘生没爹教，不是这样是哪样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他们的亲爹是谁？是王爷吗？拿证据出来啊！够了。公主，若你是特意来王府找事的，现在就滚出去。乘风哥哥，你别被这个狐妹子骗了，她根本就来历不明。王爷，你当真要为了这种人跟本宫翻脸吗？你这不知廉耻的人，本宫今日就撕开你的脸！够了！三公主，你这个贱民，你竟然敢对本宫动手！来人！不准再污蔑我的孩子！公主，你口口声声这样，本以为皇家教养定是端庄得体，没成想竟如市井泼妇般粗鄙。若是传出去，怕是丢尽了皇室的颜面。乘风哥哥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好，苏婉，你给本宫等着！你瞧见没？刚才三公主喊那两个孩子是妖怪，还说有耳朵。我也听见了。那苏姑娘平时看着挺温柔，没想到刚才推公主那一下劲儿那么大，怕真是带了什么邪气。云开，月明，别怕，娘亲在。怎么这时候出来了？怪不得三公主刚才叫的那样凄厉，这下好了，恐怕整个王府都要知道这两个孩子是妖怪了。记住母亲的话，平时千万不要露出耳朵。苏姑娘，您歇下了吗？王爷在书房等着，说请您单独过去一趟。这时候单独见我，王爷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来了，坐。不知王爷深夜叫民女来，所为何事？3年前那天晚上的事，我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了，王爷还要追问吗？我是记不清了，但我脑海里始终记得一个画面。什么画？别怕，我在。苏婉，那一晚的人是你吗？你到底有没有印象？王爷，3年前，我确实曾和一个人有过一夜春宵，但那晚我中了极重的绫罗香，神志全无，药劲上来的时候，我根本看不清那个人的脸。时间太久远了，我也记不清了。就再没别的了。我只记得，在那人背后的位置，有一道很长的疤。你干什么？王爷请自重。你既然记得那道疤，那就由你亲自来确认，我后背到底有没有。
烧得这么厉害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灰姑娘，月明小姐睡下没多久就开始惊厥。愣着干什么？快给我的乖孙女诊治！回老夫人，王爷，月明小姐的烧退了，只需静养即可。苏姑娘，喝口热汤吧。王爷守在外面半宿，刚被老夫人劝走。他守着又是为了什么呢？王爷定是心疼小主子。他刚才看月明小姐的眼神不像是假的，哪怕他后背真有那道疤，又能证明什么？梅花太极不是毒一粉，这世上有揪疤的男人多了去了，揪疤也不是。万一我认错了人，把别人的孩子硬按在他头上，在这摄政王府里我成什么了？姑娘，我会被当成一个拿孩子攀附权贵的骗子，到时候不仅我活不了，云开和严明也会被我害死。月梅小姐总算好些了，昨晚姑娘您的神情真是吓死奴婢们了。只要孩子没事就好。娘亲，昨晚在书房，王爷是不是要给你看什么重要的东西？小孩子别瞎打听，那是大人的事。可是娘亲，昨晚我已经站在外面听到了，王爷身上真的有一道疤。你什么时候见过？就是上次他抱我的时候呀，我趴在他肩膀上，风一吹领口开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我也看到了，在肩膀下面长长的一条，像条小蜈蚣一样。你们确定没看错？王爷后背真的有疤？娘亲，我们的眼睛和别人不一样，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。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带你溜进王爷房间，让他给你看。行了行了，祖宗你小声点儿。我之前在正厅万般否认，甚至求着要离开。如果现在突然跑去告诉他，孩子就是他的，他会信吗？姑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月明小姐烧都退了，您该高兴才是，怎么反倒……你瞧，这府里进进出出的，哪一个不是全天下顶尖的名门贵女？柳熙有柳将军撑腰，赵灵少更是皇帝最宠爱的三公主，而我呢？我不过是一个自小就被亲生父亲嫌弃的身份卑微的庶女。姑娘，快别这么说，王爷对您的心思，说是现在我去告诉他孩子是他的，他会怎么想？他只会觉得我苏婉心机深沉，在利用孩子当筹码，处心积虑的想要上位当王妃。我这样卑贱的身份，凭什么得他高看一眼？娘亲，你别哭，云开乖，以后云开保护你。娘亲没哭，是刚才窗外有沙子进了眼睛。娘亲，你是不是怕王爷不喜欢你？哎，你瞧瞧，咱们王爷这书看了1个时辰了，夜夜就没动过。谁说不是呢？王爷以前最是讨厌闲杂人等靠近，现在倒好，苏姑娘在那儿绣花，他就跟长在那儿似的守着。这厨房的香气倒比前厅浓些。见过王爷，奴婢这就给王爷备膳。不必，本王只是恰好散步到此。苏姑娘这手艺倒是精进不少。王爷谬赞了，民女只是做些粗鄙吃食给孩子们塞牙缝。王爷若是散步，后花园的景致更好。进。王爷，民女今日来是想跟您辞行的，我想带着2个孩子离开王府。为什么？王府亏待你了，还是孩子住的不舒坦？王爷何必明知故问？您乃天皇贵胄，您的身份，您的未来，都该去寻一个门当户对，能助您一臂之力的名门贵女。民女不合适。不合适
是因为柳心怡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还是因为赵灵昭那刁蛮的性子冲撞了你？都不是，是我不配。我一个被亲爹卖进花楼、名节尽损的庶女，本就不该出现在这儿。谁说你不配？本王准你在这儿，谁敢说一个不字？是我自己说的。哥哥，你看吧，娘亲和王爷真的好笨哦。一个明明舍不得离开，却非说自己不配；另一个明明想留人，却非要板着一张脸。人类的感情真是比算术还要令人费解。那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娘亲真的要带我们去浪迹天涯了。我们得找个能管住王爷，还能给娘亲撑腰的人。我想到了，走，我们去找那个慈祥的老奶奶。老祖宗，救命呀！娘亲要带我们走，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哎呦，我的小心肝们，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祖宗，您快劝劝王爷吧，他身上明明有和我们一样的味道，他肯定就是我们爹爹。可娘亲死活不信，说那是他高攀了。是啊，王爷也笨，那个坏掉的脑袋还没修好，什么都记不得。而且那个柳姑娘和那个凶巴巴的公主老是合伙欺负娘亲，娘亲本就胆子小，这下更是不敢答应王爷了。她说这王府是吃人的地方。柳家丫头和灵咒手伸的确实太长。好，你们两个乖孩子，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。老祖宗，您真的有办法吗？这件事儿交给我就好。既然乘风那个木头疙瘩不开窍，老婆子我少不得要亲自推他一把。哇，这就是云开和月明吧？长得也太漂亮了。嫂子好，我哥那块木头可算开窍带人回来了。郡主快别这么叫，民女受不起。现在不是，迟早的事儿。这王府还没见我哥对谁这么上心过。柳二小姐，你瞧瞧，这还没进门呢，就开始自认身份了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晚唐性子直，恐怕也是被人蒙蔽了。乘风，你坐我左边，苏丫头带着孩子坐到我右边来，离我近些，我也好瞧瞧两个小心花。小姐，老夫人的意思太明显了，这摆明了是要给那位撑腰。撑腰，也要看他有没有那个命撑得住。顾老夫人，西因今日陪您过寿，本不该多嘴，但有一事，西因始终心中不明，如鲠在呕。说，苏姑娘带着孩子入府多日，可这皇室血脉关乎国本，半点马虎不得。西因在京城时听说，民间有一种滴血认亲的法子，最是能试出孩子是不是亲生的。不如趁着今日贵客齐聚，咱们当众验上一验，也好堵住这天下人的悠悠众口，还苏姑娘一个清白。柳二小姐这话虽直接，却极有道理。王爷，这摄政王府的门楣高，总不能什么来历不明的孩子都往家里引。这要是认错了种，传出去，岂不让全京城的人笑掉大牙？验证血脉我不怕，可顾乘风自己都记不得那晚的事，万一……两个小侄子长得跟我哥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这还用验？不必了。本王的孩子，本王自己会认。至于是不是王府血脉，还轮不到柳姑娘和三公主在这里操心。可是王爷，您自己也说了，您根本不记得那晚的事。这两个孩子，万一真的不是您的孩子……对不起，王爷，西域一时失言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西因只是害怕有那些心思歹毒的女人仗着几分相似就来欺骗你，利用王爷的仁慈，坏了王府的清誉。就是王爷，西因也是为了您好，您怎么能为了个外人发这么大火？够了！今晚是老婆子的寿辰，谁要是再敢在这儿提那等扫兴的事儿，坏了我的兴头，就立刻给我滚出王府！西因知错，哼！既然老夫人发话了，本公主自然给您这个面子。
刚才那些话你们别往心里去。救命！娘亲，娘亲，你快上来！婉婉，苏婉，醒醒！谁干的？我再问一遍，到底是谁干的？公主，是你？不是，本宫贵为公主，何至于亲自动手？我没有。是他，顾哥哥，你看清楚，是柳熙音。刚才苏姑娘路过的时候，本宫亲眼看见她悄悄伸了脚，把人给绊下去的。我没有。三公主，你怎么能当着王爷的面血口喷人？本宫血口喷人？柳熙音，你自己安的什么心思你自己清楚，别想让本宫替你背着黑锅。够了，熙音，我老婆子念在你姐姐的面子上，以往对你多有纵容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在顾家地头上动这些伤天害理的歪心思。老夫人，熙音冤枉。冤不冤枉你自己心里有数。现在立刻给我回刘府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今后不许再踏入王府半步。哼，公主殿下，你也请回吧。老身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，就不亲自送你了。老夫人，本宫也是关心。不必。若是婉婉今日有个三长两短，老身便是拼了这身老骨头，也要去陛下跟前讨个公道。苏姑娘，姜汤熬好了，趁热驱驱寒。下去。王爷，刚才的事，谢谢你。不要谢我，我是对不住你。我原以为这王府是全天下最安全的地方，我告诉自己要好好保护你，可到头来，却让你在本王的眼皮子底下受这种罪。苏婉，我顾胜风这辈子，哪怕是在两军对人生死关头，也从来没有求过人。但我求你，给我一个理由。什么理由？你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一直推开我？为什么不肯接受我？究竟是你不喜欢我这个人，还是你心里有坎不肯接受我？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？最后的结果不都一样？有区别。前者是我们没有缘分，本王认命；后者是你不信我，那本王绝不放手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是哪一个？我不信你，我拿什么信你？我不确定这两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。3年前那晚我中了药，根本没看清那个人的脸，而你呢？你失忆了，你根本不记得那晚发生了什么。万一不是你呢？万一我认错了人，把别人的孩子安在你这位摄政王的头上，那我成什么了？我成了拿孩子攀附权贵的骗子。而且你看看我的身份，我差点被亲爹卖进花楼，他们骂我辱我，我只是苏家最不起眼，连生母都护不住的卑微庶女。顾成风，你位极人臣，我这样的身份，拿什么配得上你？王爷，你放开我，民女承受不起。承受不起也得受着。苏婉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只说一遍。第一，你说孩子，我不在乎，只要他们是你苏婉拼了命生下来的，只要和你有关，在我顾初风眼里，他们就是我的亲生孩子。谁若敢背地里嚼舌根，我便拔了他的舌头。你说什么？第二，你说你脏，这天底下最脏的是那些欺凌弱小之人。女子存活于世本就艰难，你孤身一人抚养2个孩子，受尽颠沛流离之苦，是勇敢。谁给他们的胆子，敢指责你的名节？我早已飞鸽传书回京，恳请陛下为我们赐婚。陛下已经准奏，只待择日完婚。京城的贺礼已在路上。婉婉，我以摄政王之名，正式求娶你为王妃，你愿意吗？这是圣旨，这种东西，你是什么时候去求的？ 3天前。3天前？
那时候我还在躲着你，连话都不肯跟你多说。因为你在躲，你在退。我看着你那副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，我害怕。我害怕哪天一觉醒来，你又带着孩子消失了。我等不及你点头，只能先去求这道纸。婉婉还好，还好刚才在池塘边有惊无险。你竟然……我差一点就真的失去你了。哥哥，娘亲刚才哭得好大声，是不是爹爹欺负娘亲了？傻妹妹，那是喜极而泣。什么是喜极而泣？是因为太高兴了才哭吗？对啊，就是高兴的哭了。就像你第一次吃到王府的酱香稠的时，你不也一边流口水一边哭，说太好吃了，以后吃不到怎么办？你胡说，我才没有因为肘子哭呢。我才没有胡说呢，当时管家爷爷都看见了。呀，娘亲！娘亲，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叫王爷夫君了？哥哥笨，不该叫夫君，应该叫相公。隔壁卖香囊的姐姐就是这样叫她的未婚夫的，声音可甜了。哦，那娘亲快叫，娘亲快叫一声相公听听。你们这两个小调皮，快回去睡觉。王爷，宫里来人了！陛下急召入境，西北边境传来急报，敌军深夜袭城，边关告急，10万火急。这群贼子竟敢趁这时候生事！婉婉，等我回来。姑娘，您这帕子上的海棠都绣歪了。王爷入京已经整整1个月了，西北战事吃紧，你也别太忧心了。出征九死一生，我怎能不揪心？哟，苏姑娘这相思病都要写在脸上了。你真以为乘风哥哥是因为战事才躲进京城的？别做梦了。公主殿下，请自重。王爷是为国出征。你知道王爷为什么唯独不记得那晚的事吗？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记得那晚的事儿。像他那样清冷尊贵的人，对他来说，他根本就不会想要想起那段记忆。公主，快别这么说了，多伤苏姑娘的心呢。苏姑娘，你可能不知道，王爷这种症状在医书上叫选择性失忆。大夫说得很清楚，他是潜意识里极度厌恶、排斥那晚的记忆，所以大脑才自动把那段时间的事情全屏蔽了。姑娘，您都做了一早上了。三公主和柳小姐那些话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，他们就是瞧不得王爷宠您。他们说，王爷是选择性失忆。原来一个人的大脑真的可以为了忘记一段记忆，而把那段时间彻底屏蔽掉。原来在他心里，那一晚竟然让他觉得到了这种地步。姑娘，快别胡思乱想，王爷走神的眼神，奴婢看得真切，那是满心满眼都是您啊。那是他还没记起来，等他记起来那晚是我这个庶女，记起那段让他蒙羞的荒唐事，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吗？娘亲，我不走。娘亲，管家爷爷说他今天要给我买成都最甜的糖人，我们为什么要走呀？别吵了，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不怕，爹爹会保护我们的。爹爹，他根本不想要你们。你们知不知道，王爷已经后悔把你们带回来了。等他进了门，王府就会把你们偷偷卖到最远的山沟里，让你们这辈子都见不到娘亲。快跑！再不跑，我们就真的没命了。
娘亲，爹爹真的会把我们卖掉吗？他明明之前对我们那么好。你要去哪儿？王爷既然回来了，想必西北大局已定，我这就带着孩子回家。回家？本王走之前说过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这里不是。王爷，3年前那晚的事，就当没发生过吧。既然你失去了记忆，我也正好不愿意再提起。孩子，不是你的，你尽管放心。我苏婉这辈子就算再卑贱，也绝不会赖上你这位高权重、洁身自爱的摄政王。婉婉，你在撒谎！放手！明明我走的时候你对我不是这个态度，那时候你愿意留在王府，愿意相信我。告诉我，这1个月是不是有人和你说了什么？是不是他们又来找你麻烦了？王爷何必非要问个清楚？柳姑娘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她说你……柳希英，苏婉，你宁可信他一个处心积虑想赶你走的外人，也不肯信我。王爷，边疆800里急报，大军遭遇敌军埋伏，死伤惨重，请求王爷火速回宫。等我回来。苏姑娘，我姐姐说了，做人最重要的是有自知之明。你还赖在这儿，是等王爷凯旋后把你赶出去吗？王爷走时交代，让我等他回来。等他？你打开看看吧，这封信是写给柳如烟的，也就是我姐姐。你什么意思？3年前，王爷真正要找的人是我姐姐。你肩上的那个胎记，我姐姐肩膀上一模一样的地方也有。那一晚的人根本不是你，是你抢了我姐姐的位置。不可能！不信你自己看，王爷已经在信中讲明了实情，他已经认出了我姐姐才是那个红梅胎记的主人。如烟，3年前之事，春宵之德，便引你入摄政王府过门。苏姑娘，现在看清楚了吗？我姐姐柳如烟那是京城第一才女，生性爱自由。3年前她救了王爷后不告而别去了北京，王爷这些年找她都要找疯了。救命之恩，负责迎娶过门。若非我姐姐不在，你以为你一个名节尽喜的庶女，凭什么能进这王府的大门？王爷找不到正主，不过是退而求其次，拿你当个替代品罢了。那我的孩子呢？他们长得和王爷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这世间皮相相似的人多了去了，那晚的女人根本就不是你，你只是恰好长了一块一样的胎记，撞了大运。至于你这2个孩子，谁知道是你跟谁生的？娘亲不难过，云开在，等云开长大了，云开保护娘亲。娘亲，那个姓柳的大婶在说谎。月明乖，别胡说，那封信确实是王爷写的。我没胡说，娘亲你忘了，我和哥哥的耳朵可以听到别人的心跳。他刚才的心跳比平时快了3倍呢。可是，那字迹怎么解释？这世上难道还有人能把他的字仿得一模一样吗？姑娘，您歇会儿吧，这海棠花心儿都快被您扎烂了。没事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哟，本公主还以为这院子早就空了呢。苏婉，本公主真是佩服你这脸皮，我要是你，早就卷铺盖卷滚出王府了，居然还坐得住。王爷未归，民女奉命守院，不知公主有何指教？哼，指教？我是来看你做梦的。怎么？还真做着当摄政王妃的春秋大梦呢。苏婉，你真以为乘风哥哥去北疆是为了平乱打仗？王爷领命出征，自然是为了战事。打仗？那不过是给外人看的游潮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他是去找柳如烟了。
说，你这张脸和柳二小姐的姐姐长得可是有3分像呢。虽然是赝品，但聊胜于无嘛，你说是不是？无论柳如烟是不是真的，这王府都不是我们母子待的地方。云开，别出声，抓紧娘亲的衣角，咱们回家。嫂子，大半夜的，你这是要带我小侄儿去哪儿投奔啊？民女姓苏名婉，当不起您这一声嫂子。嗨，现在不是，迟早也是。苏姐姐，你就别跟我犟了。苏姐姐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！我哥走之前可是下了死命令，要是你带着孩子跑了，他就直接把我逐出家门，让我去大街上要饭。王爷当真这么说？你真金还真？我哥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嫂子，你忍心看我这娇滴滴的郡主以后流落街头吗？走走走，祖母今晚特意设了家宴。啊，祖母说了，你要是不肯赏脸，他老人家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要亲自出府来请你回去。老夫人要亲自来，那可不。祖母脾气倔，她要是动了身，今晚全王府都别想睡了。走吧。天可怜见，苏丫头，这才几天的功夫，怎么瘦成这样子了？多谢老夫人挂心，民女胃口一向小。苏丫头，若我告诉你，程峰不记得那晚的事儿，不是因为他薄情寡义不愿意记得，而是有人不想让他记得。什么意思？王爷的失忆难道不是因为受伤？他被打伤头那晚，有人在他神识未定之际给他下了封魂咒。瞧我这记性，倒是忘了你是个凡人姑娘。苏丫头，我顾氏一族是那九尾天狐的后代。不过这些陈年旧事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程峰那孩子去北境之前，专门跪在我面前给我留了一句话，让我老婆子一定要护好你。可是那封信，他写给柳如烟的信，字字句句都说要对他负责，要娶她过门。什么信？如烟那丫头早就远走北境了，程峰写信给她做啥？苏丫头，这封信是假的。苏儿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是一时糊涂才给王爷下了封魂咒，他说我动用禁术，害得他失忆3年，要将我当场处死。够了！王爷，婉婉，所有的一切我全想起来了。婉婉，我再也不想让你受委屈，也不想让孩子们名不正言不顺。我们择日就成婚，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是我的摄政王妃。好。顾城风，以前在府里看到这些红绳，总觉得和这王府的肃杀之气格格不入。顾城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这些丝带到底有什么来历？这合欢树与红绳是我们九尾天狐一族的上古习俗，名为归灵。无论心爱之人迷失在何处，只要红绳在风中飘荡，就能引他回家。婉婉，我种下这满院合欢，等了你3年，总算把你等回家了。婉婉，我此生无憾，从你再找到。我亦如此。